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为何白鹿演戏总会给人小人得志的观感？白鹿的年代剧北上播完了，这部剧原著小说和《人世间》一样，获得过茅盾文学奖，但改编的效果差距太大，隔着10个小巷人家。剧情不行，主线不明，5个家庭的夫妻动不动就吵架，非常聒噪，台词也悬浮，为了上价值上高度生拉硬拽。白鹿在北上里演的夏凤华是原著里没有的角色，人物性格、经历跟她非常相近，大大咧咧，普通家庭出身，北上当模特。按理说这样的角色可谓量身定制了，本色出演就行，结果却是在古偶里都不够的演技，在正剧里短板更明显。长月烬明里和陈都灵的对手戏，以爱未营里被污蔑靠美色上位，他的表现被吐槽演戏总给人小人得志的感觉，在北上没那么严重，也还是会给人这样的观感。曾在周生如故里被全网夸的演技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崔时宜和他本人形象、性格很不搭，为何就能演得好？分析白鹿的演技问题，就能知道她为何会这样。但凡要转型的小花，都会拿来跟赵丽颖对比，靠演古偶发家致富，转型演正剧，再慢慢到大荧幕。但小赵跟85花都不是一个维度，白鹿这样的小花跟她的差距太大了，没有可比性。不过，同是于正公司的艺人，白鹿和徐凯可以拿来比，经历都很相似，普通家庭出身，都当过模特，都被于正看中签约。成名后，两人演技都被吐槽过，徐凯演戏是情绪不够，被说面瘫；白鹿演技则太浮夸，嘴巴很使劲，一做大表情容易五官乱飞。作为非科班艺人，两人都曾表示过想要有好作品，不过一到现实题材的剧，从演技到台词都很需要去提升。演员演戏要出彩，要吃透剧本，再用声台形表的基本功，把人物演绎出来给观众看。我在学有声演播的时候，老师讲过背稿步骤，深入理解，具体感受，行之于声，给予受众，让声音更有感染力的方法。感情运动，气随情动，声随情变，这2点都可以迁移到表演上来。我以前写别的明星说过很多次，对白鹿来说，她在剧本的深入理解和具体感受上还不到位，比较浮于表面，甚至对角色的理解是有偏差的。凤求凰里和同剧演员一起接受采访，说霍玄是男人，同台男演员听到他的解读，忍不住转身。长月烬明里说演女主开大很带感，很想尝试罗云熙饰演的澹台烬这种黑化的角色，旁边的罗云熙表情很耐人寻味。她在《宁安如梦》里没有配音，是自己的原声台词，逻辑重音都不对，缺乏情感张力，比如跟太监对峙，让太后亲自问他的场景。台词的重音不是你刻意重一下轻一下，而是在理解剧本的基础上，声音的自然呈现。北上里、萨日娜、胡军这样的戏骨，听他们说话很自然，哪怕是欧豪，台词也比白鹿好。剧本理解不到位，没有系统学过表演，当演员后碎片化学习的技能还没有内化成为本能，很依赖剧本和导演和配音。白鹿现在的表演形式很像李少红说杨幂那样，笑哈哈哈，哭哇哇哇，要先动情，情绪变化之后，气息会跟着变，出来的声音才有感染力。《甄嬛传》里孙俪的哭戏，哪怕没有声音，都很动人，这就是有情绪的哭戏。娘娘那会才28岁，也是非科班的。至于她被饱受诟病的小人得志演技，我要开大，我要黑化，能演得很爽，是偏重于塑造人物性格，而不是理清角色行为背后的逻辑。开大的角色
可以简单理解为霸总式的人物，特别有气场，一出来就能镇住场子，哪怕不说话，也会给人无形压迫感。艰难爱情里的邓超，美剧《丑闻》里的女主就属于这类，长相一般，在剧里演的都是开大的角色，他们就不会给人小人得志的感觉。不管是极端还是平常的情形，是需要逻辑支撑的，不是莫名其妙就来的。小巷人家李鹏飞和舅妈的那场哭戏，演员石云鹏从开始语气平静回答舅妈的话，到当学徒的委屈，被工头欺负的心酸，拿不到钱还被骂爹妈没本事的愤怒，他的情绪是一层层递进的，最后才大爆发，不是直接就开大的。白鹿在高潮戏份就很缺乏这样的层次感，开大时歪嘴冷笑已经成了表演习惯。从招摇长月进名以爱为营，在北上里不是开大的角色，还能看到他小人得志的演技。他不好的表演习惯已经形成习惯，需要通过经典小片段刻意练习改正，去细致分析文本，别人为什么这么演，人家每个字音、眼神、表情背后的表演逻辑是什么。他对剧本的理解能力比不上徐凯。看他们招摇巨轩接受采访，说到如何准备，徐凯说自己会琢磨角色眼神、动作。白鹿说的是每天会记下要拍什么，怕自己忘记。密集拍戏让白鹿一直被追着走，没时间来思考，认真揣摩角色，对自己的认知也不够清晰准确。北上被导演各种夸，说她很漂亮，是夏凤华的第一人选，演得不错。编剧夸他已经转型了，他自己也说，什么年纪做什么事，以后多接现实题材。话虽如此，抛开客观因素，白鹿在里面的演技远没有到转型成功的程度。他曾说过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他才到万重山的入口。其实在四谱里，白鹿的条件最好，脸型可以走青衣路线，戏路很宽，前提是他需要好好磨练演技。相比徐凯的清醒，说自己没有代表作，白鹿不太能认清自己真实的水平。等他能演到小巷人家里周杰琼的吴珊珊那个程度，才能在现实题材里有亮眼的表现。他的台词练到墨雨云间李南忆王星、月河南二梁咏琪那个水平，才不会只用嘴演戏。这两人也是于正公司的，和白鹿是同事，但人家都是科班的。当时墨雨云间有个热搜，夸原声台词的4位演员是科班的，就有他们。剧播完，梁咏琪写男二的人物小传，从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来分析，就能看出不愧是专业的。白鹿在人物理解上就要做到这样细腻的程度，才能摆脱小人得志式的表演。白鹿的新剧《唐宫奇案之轻雾峰》明王星、岳是南艺临江仙，梁咏琪是配角，期待他在新剧里有更好的表现。最后回答一下为何《周生如故》里白鹿演得那么好，因为崔时宜对白鹿来说很好扬长避短了，演哑巴就不存在用嘴演戏的问题，有配音，人物情绪传达更有张力。原著作者就是编剧，剧情好，导演拍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和《陈希元》，能力不错，跟男主任嘉伦有 CP 感。白鹿自己共情能力不错，哭戏好，这个角色情绪表现很内敛，不像别的剧里直愣愣给情绪大开大合。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占全了，所以成就经典。